眼前这个男人是全城闻名的废物私生子，穷到叮当响，连亲姐姐都嫌弃他。但你敢信，他竟然是顶级财阀的神秘继承人，身价1000亿的霸道总裁？故事还得从一个叫克洛伊的倒霉女孩说起。今天绝对是克洛伊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。养育她长大的保姆罗斯被查出肝硬化晚期，急需一笔巨款做移植手术。克洛伊心急如焚地跑回家，想找相恋5年的男友赞恩帮忙。岂料刚到门口，就听见卧室里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。他一脚踹开门，眼前的一幕让他血液倒流。克洛伊气得浑身发抖，上去就给了格蕾丝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奇葩养父母也冲了进来。这对父母从小就偏心姐姐，对克洛伊这个养女视若无睹。原来格蕾丝早就和布莱克家族有个婚约，但对方是个被赶出家门的私生子，一穷二白。格蕾丝压根看不上，现在她直接摊牌，说自己怀了赞恩的孩子，死活不嫁那个废物。于是恶毒的姐姐和偏心的母亲一拍即合，把主意打到了克洛伊身上。他们提出，只要克洛伊代替姐姐嫁过去，就立马支付罗斯的手术费。为了拯救唯一的亲人，克洛伊别无选择，只能含泪答应了这桩荒唐的交易。几天后，在一座破旧的郊区小教堂里，克洛伊穿着廉价的白裙子，迎来了她人生中最寒酸的婚礼。没有鲜花，没有祝福，新郎家更是一个人没来。格蕾丝和赞恩还特地跑来耀武扬威，嘲笑他连个废物都看不上。就在这时，教堂大门被推开，逆光中走来一个男人，宽肩长腿，气场强大。当他走近抬起头时，克洛伊瞬间看呆了。这家伙帅得简直人神共愤，完全不像传说中的那个窝囊废。他就是她的新婚丈夫埃文。然而克洛伊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，就瞥见他手腕上戴着一块百达翡丽手表。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买得起价值100万的名表？婚礼结束后，埃文带着克洛伊回了家，一个郊区的破败小院，屋里家徒四壁，破旧不堪。克洛伊顿时了然，看来那块表果然是假货。当晚，两人约法三章，只做表面夫妻，互不干涉。可埃文却突然眯起眼睛，说他根本不是格蕾丝。克洛伊心里咯噔一下，为了保住罗斯的手术费，她只能咬死不承认自己是替嫁新娘。第二天一早，克洛伊去史密斯家要钱，却被母亲以各种理由拖延。格蕾丝更是对她百般羞辱，甚至拿起水杯就想砸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埃文竟从天而降，一把将克洛伊揽入怀中。他还带来了一整袋的奢华珠宝古董，声称是布莱克家族给的聘礼。格蕾丝和母亲眼睛都看直了，但嘴上却依旧嘲讽这些都是假货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些东西随便一件都够他们奋斗一辈子了。埃文看出克洛伊缺钱，便鼓励他去顶尖的设计公司斯特林集团面试。克洛伊虽然只有高中学历，但在埃文的鼓励下，还是投了简历。没想到竟然真的收到了面试通知。可当他推开面试间的门，整个人都傻了，面试官竟然是格蕾丝。原来格蕾丝当年偷了克洛伊的哈佛录取通知书，才冒名顶替进了名校，如今又成了他的面试官。格蕾丝故意拿出一份超高难度的试卷刁难他，就算克洛伊完美作答，格蕾丝还是随手在他的成绩单上写下了不合格。就在克洛伊心灰意冷时，第二天他却意外收到了斯特林集团的录用邮件。邮件说，经过高层复议，决定破格录用他。克洛伊惊喜交加，他以为是公司里某位高管在暗中帮助自己，甚至猜测对方是不是看上他了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这个暗中帮助他的人，正是他那个被所有人瞧不起的废物老公。回到家，克洛伊兴奋地跟埃文分享了这个好消息，还开玩笑说是不是有高管暗恋他。话音刚落，埃文的脸瞬间黑了下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醋味。他警告克洛伊别忘了自己是已婚妇女，这让克洛伊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这家伙明明啥也没干，吃哪门子飞醋呢？不久后，埃文说为了方便克洛伊上班，要找个近点的公寓。克洛伊以为只是说说，没想到他很快就带他看了一套采光极好的2居室，走路到公司只要10分钟。这么好的地段，月租至少5000，可埃文却说房东有急事，只要1000块就租。克洛伊哪敢信，趴在地上到处检查，生怕这是个凶宅。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，克洛伊心跳加速，紧张地打了个喷嚏，口水喷了埃文一脸，好好的浪漫气氛瞬间稀碎。第二天，克洛伊正式入职。他刚到工位，格蕾丝就冲过来狠狠踩了他一脚，还当众污蔑他想勾引公司 CEO。同事们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就在克洛伊准备反击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
反正 CEO 也看不上你这种货色。克洛伊猛地回头，竟然是埃文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就在这时，总裁特助肖恩从走廊那头快步走来，对着埃文恭敬地鞠了一躬，一声布莱克先生，瞬间让全场空气凝固。